这一小块是当年我花了$20从亚马逊上买的柏林墙碎片。有朋友曾经问我，如果是假的怎么办？我当时还真没法回答。现在我想，如果是假的，那真是一块人血馒头了。万里长城下留下有名有姓的，恐怕只有孟姜女。根据这个柏林墙遇难者纪念网的统计，全长167.8公里的柏林墙下，丧生的有名有姓的人就有140位。1945年5月，苏军率先攻克柏林，随后柏林被英、法、美和苏联共同占有，但是整个柏林在苏联控制的东德地区。前苏联一直想独占柏林，因此先后爆发了3次柏林危机。但柏林作为自由的象征，英美可以说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下来。自1949年到1960年，大约有300万东德人通过柏林前往西德，造成东德大量技术工人流失。1961年8月13日，作为东西方冷战的桥头堡，在前苏联的同意下，2万东德士兵从凌晨开始，只花了6个小时就将柏林一分为二，用铁丝网和水泥板建起了一道长达46公里的临时屏障，阻止东德人前往西柏林。当天中午12点37分，柏林墙最后一个路口宣布封锁。就在东德士兵忙于修墙的时候，很多人就开始逃亡。在修墙的6个小时内，越境逃跑的东德士兵有85人，东德市民有800多人。1961年8月15日，刚刚拉起的铁丝网还在改进。执勤的19岁东德士官汉斯·舒曼趁其他人不注意，一跃跳过铁丝网，整个过程也正好被拍到，成为经典瞬间，还被原封不动地还原在电影里。早期的民众逃跑就是穿越铁丝网，他们飞快奔跑到铁丝网下，在西柏林人们的帮助下，从打开的缝隙中快速穿过。因为修墙一刀切的搞法，一些建筑正好靠近甚至作为边界，于是人们从建筑开向西柏林的窗口逃亡。事隔半个多世纪，这张黑白照片的女主角艾尔克·若珍女士回忆起当年8月17日戏剧性的几分钟时说，现在想起来还非常气愤，你必须放弃所有，你的老师、你的同学和学校，带上些东西，不顾一切跳出窗户，跑到马路对面。还有很多人甚至从3、4层高的楼上往下跳。西柏林的人们则用消防的救生垫接住跳楼的人。艾达·希克曼女士就住在一栋建筑为东柏林，但楼门入口开向西柏林的公寓楼里。8月13日，建墙封锁开始，楼里很多住户就逃往了西柏林。后来几天，居民还可以用楼门出入，但到了8月18日，就将楼门钉死，又重新开了一个从东柏林进出的楼门。22日早晨6点多，希克曼女士先扔下自己的东西，然后从3楼跳了下来，可惜下面西柏林的消防人员没有接住她，不幸摔成重伤，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去世。这一天也正是她59岁生日的前一天，希克曼女士也成为柏林墙遇难的第一人。铁丝网很快被水泥墙代替，柏林墙东侧的建筑也被拆毁，向西柏林开的窗户被用水泥和砖块堵死。截止1961年底，东德警察部门就逮捕了3000多试图逃亡的人，这时离建墙仅仅4个多月。围墙过不去，人们就开始在路上打主意，用假证件就是一招。早在修墙时，很多西德人就向对面的同胞投掷自己的身份证和通行证，一些东柏林人使用这些证件偷渡到了西德。约哈希姆·诺伊曼当时是位大学生，他从同学那里弄了本瑞士护照，
那个细心的同学还给了他一些瑞士的随身用品，一张电影票，一些零钱和一张公共汽车票。在过关卡时，这些东西确实发挥了作用。不过诺伊曼知道自己的口音早晚会露馅儿，在士兵试图和他交谈时，他假装傲慢，只用鼻子哼哼作答，最终有惊无险地蒙混过关。多年后，诺伊曼又参加了挖地道，营救更多的人。因为需求量大，渐渐有了专门的地下组织为逃亡的人提供假护照，其中就有一个名为格尔曼的西德组织，搜集了大批西德和西方国家的空白护照，提供给需要的人。后来，这个组织又学会了修改、伪造护照的技术，并指导用假证件的人编造个人经历和学习一些简单的外国语。为此，东德专门设立了7600人的证件管理追踪部门，也是边防安全人员最多的机构。他们对往来人员建档登记，算是如今流行的大数据的前身。如果发现往来人员提供的证件信息不符，就重点盘查。从关卡走，常用的一招就是躲在汽车里。为此，动手能力很强的德国人对汽车进行改装，他们取下不必要的零件，换小油箱就能藏一个人。像这样袖珍的轿车里居然也能藏人，而且先后有9个人利用这样的小轿车过关。不过，躲在汽车里逃亡也造成了悲剧。1973年1月，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他们15个月大的孩子小霍果尔躲在一辆大卡车的大货箱中。在过边检站时，孩子开始大哭，母亲赶紧捂住孩子的小嘴。不幸的是，孩子当时患有中耳炎和支气管炎，堵住了鼻腔不能呼吸。过了边检站，才发现孩子已经没了气息。小霍格尔也是柏林墙年龄最小的遇难者。除了躲在汽车里偷偷过关，还有直接硬闯的。在西柏林工作的澳大利亚小伙子海因茨·麦克斯纳计划将女友和准岳母从东柏林接到西柏林。他注意到边检站的栏杆高度是95厘米，于是找遍了西柏林所有的车行，找到了一款去掉前窗后车身仅高90厘米的跑车。麦克斯纳租下并付了额外费用，把车改装为敞篷车。出发前为确保安全，又将轮胎的气放了一些，然后让女朋友和她的岳母躲在前后座。为了防子弹，又在后备箱码放了30块砖。1963年5月5日一大早，趁着天还未亮，来到关卡，三人一起低头，一脚油门，车从横着的栏杆下开了过去，直接闯关成功。艺术家将冲关的那一刻画在了柏林墙上。除了小型车，也有彪悍的。沃尔夫冈·恩格斯是位文职军官，以前学过汽车修理。1963年4月，他偷偷发动了军营里的一辆装甲运兵车，一路狂奔20多公里，然后冲向柏林墙，墙被撞开个口子，车子卡在中间。恩格斯赶忙下车，拼命挣脱锋利带刺的铁丝网。哨兵开始射击，恩格斯受伤后失去意识，但被西柏林的警察救起，送到附近的一间酒吧急救。醒来时，看见旁边酒瓶上的标签，立刻明白自己成功了。分割东西柏林的还有穿过城市的施普雷河，于是发生了很多水上逃亡。这是1988年8月，4位东柏林年轻人，其中包括一位女子，快速横渡了80米宽的河面。赶来的东德水上快艇几乎就差一步拦截成功，整个过程正好被一位英国的旅行者记录下来。
1962年6月，14位逃亡者将一位游船的船长灌醉，然后劫持了游船，开到了西柏林。策划这次逃亡的组织者之一是船上22岁的厨师乔格·林德纳。他们策划了1个多星期，并暗地里告诉了西德警方。那天晚上，船上举办晚会，商量好的逃亡者轮流给船长敬酒。等船长不省人事，船员将游轮开足马力驶向对岸。东柏林警方立刻开枪射击。事后，人们发现船上至少有200多处枪眼。林德纳获救后大声喊道：“来来来，给我一拳，让我知道我还活着，而且已经离开了共产主义。”走水路的还有位传奇人物，28岁的工程师、音乐家、游泳运动员伯恩德·伯特格。他曾试图游泳横渡逃亡，但差点被抓住。不甘心的伯特格利用专长，使用微型马达做了个推进器，然后借助潜水设备。1968年9月8日晚上，从东德北部下海，向丹麦游了5个小时，最终遇到一艘丹麦货船，获得自由。据说他逃亡的消息一见报，因为他的技术，就收到了西德好几个公司的聘书。像伯特格这样利用专长逃亡的人还有不少。1961年12月5日是火车司机哈林·德特林的28岁生日。之前他打听好连接东西柏林的铁轨还没有被拆除。经过周密计划，德特林和斯卢工让家人和朋友登上他们驾驶的客车。到达东柏林最后一个车站前，他们摘掉了车头和车厢的制动系统，以避免乘客操作紧急制动。驶入车站时，234号机车牵引着列车没有丝毫减速停车的意思，而是呼啸沿着还没有来得及拆毁的铁轨一路冲下，直到西柏林英国的管辖区。这列车上共有32人，其中24人是逃亡者，另外还有8位乘客稀里糊涂地闯了关。驻守的卫兵当时惊得忘记了开枪。到达西柏林后，德特林被安排到临时驻地，每天都收到几十张生日贺卡。他感慨，自由是这个生日最快乐的礼物。霍斯特·克莱因是位空中飞人表演艺术家，因为不当言论被禁止在东德演出。于是此地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利用自己走钢丝的绝技，1962年12月，克莱因爬上柏林墙东边的一根电线杆，先悬停在巡逻哨兵的头顶，然后趁空隙一点点走过废弃的高压线。正值严冬，他的手冻木了，最终从电线杆上掉下来，摔断了双臂。不过他已经落在了西柏林境内。与走钢丝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利用滑索。迈克尔·贝克尔从一本西德杂志上看到有人用滑轮和钢索逃脱的事。贝克尔决定以同样的方式逃跑。他找到了好朋友霍尔格·贝克斯，他们开始在公园练习射箭和滑索，为掩人耳目说自己在为马戏团表演做训练。与此同时，仔细选择了最佳地点，一处在柏林墙边界街道狭窄，两边都有高房子的理想地方。1984年4月的一天，两人装扮成电工，潜入东柏林这边房子的阁楼，通过一对玩具对讲机和对面的人联系，然后先射出一支箭，带着鱼线到对面，再用鱼线将绳索拉过去。最后两人沿着绳索利用滑轮穿过了50米的隔离地带，到达西柏林的楼中。后来贝斯克又学会了开飞机，上演了一次闪电营救家人的行动。我们将在下期分享他们的精彩。